牆壁壁癌一直剝落怎麼辦？其實只要掌握正確流程，自己動手也能修好，不再復發。這支影片帶你完整做一次壁癌修復流程第4集。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說過塗刷工具，但是其實塗刷工具是很重要的。塗刷工具可以決定你的塗刷效果跟塗刷的效率。如果像今天我們使用乳膠漆塗刷在這樣子的牆面上面，比較建議主要使用滾筒，然後搭配刷子來使用。刷子的區分主要是依照毛的種類來區分。因為我們今天使用的是乳膠漆，這個是屬於水性的漆，我們一般都會使用纖維刷。上面這支比較小支的就是屬於纖維刷。這種纖維刷的好處就是它不吸水，不會變形。另外這一支它是羊毛刷，像羊毛刷或者豬鬃刷這種屬於真正毛刷的，一般是用在油性漆上面。你看這支刷子有用在水性漆上面，它就已經有些變形了。接下來我們來說一下滾筒的部分。一般的滾筒也有寬度的區分，像我這個應該是9寸的。滾筒的毛一般就是分長毛跟短毛，用在這種室內的平面牆壁，基本上你就是選短毛的就可以。我第一次拿到這種滾筒的時候，我一直在研究這一個滾筒要怎麼拆下來，然後一直找不到機關。後來發現你就是直接用力這樣子大力抽而已，它只是卡得很緊，所以你只要用力拉它就可以拔出來，用力再把它擠回去，這樣就可以拆卸跟安裝這個滾筒。一般這個滾筒的手柄這個地方，它都會有一個洞，這個可以搭配棍子來使用。另外使用滾筒的時候，需要搭配這個油漆盤來使用。使用方式等一下我們實作的時候再來說明。使用這種乳膠漆的時候，在使用不同的工具，比如說滾筒或者是刷子的時候，它們的稀釋比例都是一樣的嗎？我們這邊來分享一個簡單的概念。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是刷子的話，一般來說要稀釋的稍微稀一點，因為刷子上面很多毛，毛就會有縫隙。如果你的油漆太濃的話，你刷了之後就會留下很多刷痕，就會一條一條的。而且一般刷子都是比較窄，很有可能你同一個地方就會刷很多次，所以你要加稍微多一點水，讓乳膠漆的流動性比較好。那你用刷子刷的時候，乳膠漆也可以比較容易被推開來，才不會很厚的一層，然後又很不均勻。相對來說，如果你使用滾筒的話，就可以不用那麼稀，然後流動性太強的話，很容易會滴漆。現在又有另外一個問題，如果我們使用這個滾筒來塗刷這個牆面的時候，假設我們塗刷是2道，那請問第1道跟第2道乳膠漆稀釋的比例是要用一樣的嗎？這邊簡單的給各位一個概念，第1道要稍微稀一點，相對來說第2道就要比較濃。第1道的話，我們是打底，然後讓它容易附着，所以水要加多一點，要比較稀一點。第2道的話，我們就是要讓顏色整個很均勻的覆蓋，太稀的話，顏色就會比較不漂亮。簡單的說就是第1道負責附着，第2道負責漂亮。基本概念都講完了，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進入實作的部分哦。補充最後一點，為什麼我們這個情況要使用刷子加滾筒？刷子主要是負責勾邊用的，因為滾筒在邊緣或者角落的部分它滾不到，所以一定要用刷子來勾邊，就像踢腳板的部分或者牆角的部分。各位一定會想說，毛刷使用的濃度跟滾筒使用的濃度不一樣，那我不是要調很多次？我們現在的操作方式會這樣子，麻煩各位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、按讚、分享我的影片，也歡迎各位使用熒幕下方的超級感謝，給阿寶抖內一下，請阿寶喝杯飲料，這樣子是對阿寶頻道最好的支持與鼓勵哦。因為滾筒的濃度要比較濃，我們先把要使用的量原液把它倒到這個空桶子裡面，我們再加水調配到滾筒需要的濃度就好，我們就可以把調配好的滾筒用的濃度倒到這個滾筒的托盤裡面，留一些在桶子裡面，然後我們再多加一點水稀釋成刷子要用的濃度，這樣就不用搞很多個桶子，然後調配各種不同濃度。
至於濃度的比例，各位可以參考你桶子上面，它一般都會有介紹。因為我們這邊現在塗的是第一道，第一道要稍微稀一點，所以我滾筒的部分可能調差不多 10% 到 15%， 然後刷子的部分就再視情況多加一點點水。主要就是你要刷起來要是滑順的，不是那種黏黏稠稠的感覺。接下來我們就拿刷子把這個邊緣勾出來。漫長的塗刷過程我就不拍了哈。我現在已經把邊勾好了，現在就要用滾筒來塗刷牆面。我們要使用滾筒之前，先把滾筒泡水，讓毛軟化，然後再把水擠掉。這滾筒就有點像海綿的感覺啊，但是它外面好像是毛的，所以你就用抓的這樣把水擠掉。一開始的時候不要一滾就拿上去使用，我們要先讓乳膠漆均勻的附着。所以你滾一下，然後在這個托盤的中間這邊，它有一個斜斜的地方，你就可以在這邊滾一下，然後再沾一點，再滾一下，讓乳膠漆變得比較均勻。均勻了之後，我們每一次沾乳膠漆都要在這上面稍微滾一下，因為你如果直接沾，然後沒有在這個上面稍微施一點壓力滾一下的話，它這個滾筒上面的漆會很多，你一拿起來，它很有可能就滴下來。所以稍微滾一下的話，就確保你的漆不會滴得到處都是。知道怎麼操作之後，我們就用這個滾筒來塗刷這個牆面哦。我們現在滾刷完第一道乳膠漆，等它乾我們再來做第二道哦。我現在第二道乳膠漆已經粉刷完了，各位先看一下效果。效果還不錯啦齁。反正我也是 DIY 愛好者啊，也不是專業的油漆師傅。大家就這樣子一邊做一邊分享一邊學習。這個乳膠漆大概要3到5個小時才會乾，乾了之後就完工了。最後我們就是要來收拾一下。在之前的影片第74集的地方，我們有分享過刷子要如何清洗。因為今天有用到滾筒，我也來順便跟各位分享一下滾筒要如何清洗。滾筒的話，我們要一直擠壓，因為這個滾筒裡面有一點像海綿。擠壓主要是要把裡面的東西洗出來，不可以只洗表面，因為如果油漆硬掉在裡面的話，這整個滾筒就報廢了。所以我們要不停的擠壓，把裡面的油漆擠出來。原則上最好要清洗到水都沒有顏色這樣。說實在的，其實很難啦，但是要盡量把它洗到水變淡淡的白色這樣子。另外一個洗法就是把滾筒拔起來，這樣用力就可以把滾筒拔出來。拔出來之後，把滾筒丟到裝滿水的桶子，然後用手這樣子擠壓，把裡面的漆擠出來。其實清洗滾筒真的蠻費時間的，有時候我自己也是洗到腰痠背痛，所以你可以拿一個板凳，坐在板凳上面慢慢洗。注意這個滾筒不要這樣子扭，因為扭的話它容易掉毛。我們主要是要用擠的，這樣子用擠壓的。清洗滾筒的基本概念跟各位分享完了，我們今天冗長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。其實我這個影片拍了大概1個禮拜，因為油漆不可能馬上乾嘛，然後中途我還買了一些材料，所以總共花了大概有快接近2個禮拜哦。希望影片的內容對各位真的有所幫助，這也是我做頻道主要的目的。你看我的頻道根本沒什麼盈利啊，也沒打廣告。有人找我做廣告或者產品測試，我都不太想接，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有一點懶散，主要目的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些知識，因為我又是 DIY 愛好者嘛，然後把我查到的資料跟學到的東西，還有在實作過程中，如果碰到一些問題，就可以跟各位分享，各位就比較不會踩雷或者掉到坑裡。好，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哦，我要接着收拾東西了，那我們下次見哦，拜拜。這一次壁癌修復的全過程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哦，感謝各位的耐心觀看與支持。